前几天我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个粉丝咨询了线粒体障碍相关的问题，今天我就特意做了这个视频，回答一下线粒体障碍相关问题的朋友，如何合理锻炼来改善症状。线粒体是位于细胞质中的一种膜性细胞器，人体除成熟的红细胞以外，其他细胞都含有数量不等的线粒体。线粒体的膜为质双层膜，其内有膜性的线粒体，还有 mtDNA。mtDNA 也就是线粒体自己 DNA， 所以线粒体也是一种半自主复制的细胞器。线粒体可以完成多种生物化学反应，包括三羟酸循环、丙酮酸氧化、脂肪酸氧化、固醇代谢以及氧化磷酸化过程。此外，线粒体还参与细胞分化、细胞信息传递、细胞内钙离子稳态调节和细胞凋亡等。氧化磷酸化系统也被称为线粒体呼吸链，是线粒体内主要功能之一，由5个酶复合体组成，位于线粒体膜上。这些蛋白肽有细胞核基因和线粒体基因共同编码，主要功能是将丙酮酸和脂肪酸等底物氧化成水合二氧化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ATP， 从而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疾病就是线粒体呼吸链出现障碍或缺陷，致使合成 ATP 出现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因为遗传性氧化磷酸化功能缺陷，使 ATP 合成障碍而导致的一组疾病，也可以叫做线粒体细胞病。线粒体疾病类型主要有以下8种，看不太懂的朋友可以看这个名词解释。人类 mtDNA 含有16569个碱基的双链环 DNA 分子，如图。这里有个错误，不应该是16569个碱基，应该是16568个碱基。1999年，剑桥大学再次对 mtDNA 全测序结果显示 ，mtDNA 实际长度为16568个碱基。原来第3701位碱基是不存在的，现在以 X 表示。每个线粒体内有2到10个拷贝的 mtDNA。线粒体 DNA 共编码37个基因，包括22个 tRNA 基因、2个 RNA 基因和13个蛋白肽的编码基因。其中，线粒体 DNA 编码的13种蛋白质产物均参与组成呼吸链，包括酶复合体1的7个亚单位、酶复合体3的1个亚单位、酶复合体4的3个亚单位和酶复合体5的2个亚单位。线粒体疾病发生的原因有2种，一是原发性线粒体 DNA 突变，约 20% 的线粒体疾病都为 mtDNA 突变，而且有4个特点。一、母系遗传特点，受精卵的线粒体全部来自于卵细胞，所以母亲可以将线粒体 DNA 传递给所有子女，只有女儿才能将线粒体 DNA 传递给下一代。二、突变异胞质性，病理性突变多为不分性，同一个线粒体可以同时含有正常的和突变的线粒体 DNA 分子，同一个细胞中也可能同时含有不含线粒体 DNA 分子的正常线粒体和含有不同数量突变线粒体 DNA 分子的异常线粒体。三、突变的阈值效应，突变型与正常型 mtDNA 分子相对比例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引起线粒体功能障碍。功能障碍的线粒体只有达到一定数量以后，才能导致组织器官的功能异常而表现出临床症状。不同组织和器官因为其对能量依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突变的阈值也不相同。四、线粒体 DNA 分子突变的类型包括点突变、片段缺失、片段重复和片段丢失等。第二个原因是细胞核 DNA 分子突变，近年来也陆续发现了一些细胞核基因突变造成的线粒体病，包括一、呼吸链亚单位编码基因突变；二、呼吸链亚单位的组装和翻译蛋白质的编码基因突变；三、影响线粒体 DNA 复制和转录的蛋白质编码基因突变。不同类型线粒体病的基因突变，看这个图，内容实在太多了，我就不深入讲了。临床表现也非常复杂多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观看。线粒体病的诊断目前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主要是根据临床特征，结合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做出诊断。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多系统病变，而且临床表现比较复杂，血清乳酸水平升高，电镜检查发现线粒体膜呼吸链酶复合体活性异常，
以及基因检测发现线粒体 DNA 或细胞核 DNA 突变，即可诊断为线粒体病。当然了，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去医院实际体验一下。线粒体病的治疗包括饮食治疗、运动治疗、慎用药物、药物治疗和症状治疗。我只讲饮食和运动治疗。饮食治疗。关于线粒体疾病，应当保持充足的饮食，以维持能量代谢的平衡和稳定，避免饥饿、饮酒、高脂肪、低糖饮食。在线粒体脑疾病、半乳酸血症及卒中发作期，需要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就是高脂、低碳水、低蛋白饮食，脂肪占 80% 热量，碳水和蛋白质占 20% 热量。运动疗法。第一点，采用有氧运动而不是力量训练。因为有氧耐力锻炼可以提高线粒体疾病患者的肌力以及降低线粒体基因突变的比例。咱们看这个 ACSM 体适能训练概论中关于有氧运动对线粒体数量的影响。有氧训练可以使耐力型运动员的线粒体数量可以增加 103%， 线粒体数量可以达到未训练者3倍之多，同时还可以改善线粒体代谢过程中相关酶的代谢活性，从而改善线粒体的缺陷问题。但是力量训练的作用刚好相反，力量训练可以使运动员线粒体密度减少 26%， 而且对于细胞代谢相关酶的影响不变或者是减少。第二点，尽可能不要在空腹或饥饿状态下过度活动或用脑，其时间控制在12小时之内，防止诱发代谢微降。一般从低强度短时间锻炼开始，逐渐增加锻炼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有发热、肌肉疼痛、肌肉痉挛者都不适宜锻炼。应该尽可能规律有氧运动，因为停止训练可以使体内线粒体数量短时间之内减少到未训练之前的水平。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运动生理学体适能与运动表现的理论与应用中关于有氧的停训对线粒体数量的影响这个图。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有氧训练停止10天就会让体内线粒体数量降低到未训练之前。所以有线粒体功能障碍的朋友应该尽可能规律有氧。如果大家对线粒体障碍相关研究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找我要这些资料。好，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大家有问题欢迎评论留言，拜拜。